前段时间美国不是制裁了一批东南亚电诈集团吗？结果一声巴炸了，名单上的实体背后竟然都是中资背景。你以为这是简单的跨国犯罪，其实是资本权力和爱国外依下的灰色产业链。现在这帮电诈分子已经进化到了极致了。这是一套流程化、商业化的超级系统，业务从诈骗、洗钱一路干到人口贩运，割全世界的韭菜。更炸裂的是背后的大老板们，例如被美国制裁的那个佘志江，他搞的缅甸亚太新城，号称是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但你敢相信吗？他是顶着逃犯身份，在国内骗到了150亿美元的融资，什么狗屁新城，本质就是一个巨大的网赌电诈园区，他们和当地军方七三分账，这根本就是一个有政府背景背书的灰色产业。最让人心寒的就是救援，像台湾、印度和非洲，人家救援都是由政府主导，甚至派空军去接人，而中国呢，官方救援慢，流程复杂，结果只能花钱找所谓的民间救援队，民间救援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动不动几万、十几万的救援费，有护照的还能便宜点，如果需要偷渡绕路回国的，费用直接翻倍，能靠薄利多销来救援，说明被骗者人数实在太庞大了。细思极恐的是，这背后绝对是一条利益共生链，救援队、园区、当地官员，他们可能就是一家公司的销售部、项目部和公关部。他们先在各大平台直播间疯狂刷礼物抢榜一，再和那些大网红私下合作引导关注引流，最后通过加微信推项目。更扎心的是，很多人竟然是自愿过去的。因国内就业压力大，失业率高，很多人抱着短期暴富的心态去赌一把。这些主动加微信的受害者其实都是一群对财富极度渴望又认知不足的人。美国的这份制裁名单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那些打着爱国旗号的假资本、假项目。现在你再想想，跨国失踪案立案为什么那么难？缅北救援队的直播为什么能堂而皇之在抖音、快手刷屏？资本、权力、诈骗，你认为这条利益链上谁才是最大赢家？评论区告诉我。